从一句还没吃饭吗，到一盘热气腾腾的炒饭，再到那5个不断切换的称呼，王鹤棣对白鹿的偏爱几乎已经藏不住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GN Star News 频道。综艺最怕什么？最怕演。观众如今早就不是当年只看表面的观众了，镜头里的一句客套，一场故意安排的互动，到底是真熟还是营业，其实大家一眼就能分辨。而《亲爱的客栈》这一期里，王鹤棣和白鹿之间的相处，却偏偏给人一种特别罕见的感觉，没有工业糖精，没有刻意炒 CP， 没有夸张的肢体接触，也没有故意制造暧昧氛围，可偏偏越自然，越让人上头。白鹿作为神秘顾客空降客栈时，其实节目组是做了铺垫的，变声器、遮挡、身份隐藏，本来都是综艺里经典的猜猜我是谁环节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他刚开口没多久，王鹤棣几乎瞬间就认出来了。那一刻，很多观众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他不是靠逻辑推理认出来的，而是一种下意识的熟悉感。就像你在茫茫人群里听见一个认识很多年的人说一句话，哪怕声音变了，环境变了，你依然能第一时间辨认出来。这种熟悉不是1天2天能培养出来的。娱乐圈里的人际关系其实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。很多艺人合作时亲密无间，剧播完以后就再也没有交集。很多综艺里的好朋友，私下甚至连微信都不怎么联系。但王鹤棣和白鹿不同，他们认识已经整整5年。5年是什么概念？在流量更新换代极快的内娱，5年足够一个新人爆红，也足够一个顶流跌落神坛。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稳定而舒服的状态，不刻意高调，却一直没有断联；不天天营销，却总能在细节里看到彼此的支持。这种关系其实比热搜式友情更难得。最让观众彻底沦陷的是白鹿说自己还没吃饭之后，王鹤棣的反应几乎没有犹豫。他听完之后，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转身就进了厨房，没有询问节目组，没有等别人安排，更没有嘴上关心一下就结束，而是真正开始动手做饭。这一段播出后，弹幕直接炸了。他真的很在意他有没有吃饭，这不是演的，动作太自然了。真正喜欢照顾人的人，都会下意识先解决你的温饱。双引号。很多人后来反复回看那段厨房镜头，会发现王鹤棣做饭时的状态和平时完全不一样。平时的他大大咧咧，咋咋呼呼，经常带着一种少年气十足的松弛感。可给白鹿做炒饭的时候，他明显认真了。炒饭的火候，配菜的搭配，盛盘的动作，甚至连端出来时的表情，都像是在等待一个特别重要的评价。他不断问：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是不是还不错？双引号。表面上看像是在求夸奖，但其实真正藏不住的是那份在意。因为人在面对重要的人时，总会希望自己的付出被认可。而白鹿的反应也很真实，他没有故意夸张的称赞，也没有偶像剧式感动落泪，而是一边自然吃饭，一边拿手机记录，还时不时吐槽他2句。偏偏就是这种毫无负担的状态，最能证明2个人关系真的很好。心理学专家曾分析过一种高舒适关系，真正关系亲近的人，往往不会时时刻刻维持完美形象，因为双方都知道对方不会因为自己的随意而离开，所以才敢互怼，敢吐槽，敢开玩笑。白鹿在王鹤棣面前就是这种状态，他不用小心翼翼，也不用维持女明星的精致感，他可以边吃边说话，可以吐槽他的厨艺，
可以毫无包袱地拍视频记录，因为他知道王鹤棣不会介意。而真正让无数观众磕疯了的，其实是那5个称呼：朋友、陆姐、白陆老师、陆白老师。短短几个称呼，却像一层层关系递进。在大众场合，他会喊陆姐，这是给足对方面子，也是成年艺人之间一种成熟的尊重。尤其是在员工和其他嘉宾面前，这种称呼其实很微妙，它既不会显得过于疏远，也不会让人觉得刻意亲密，而是一种我很尊重他的公开态度。可一旦聊天氛围轻松下来，他又会自然切换成陆。那个瞬间的语气变化，很多观众都捕捉到了，因为只有真正熟悉的人才会拥有这种公开称呼和私人称呼的区别。娱乐评论人曾分析过，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亲密感，往往不在于说了多少甜言蜜语，而在于称呼的变化。一个人会根据关系远近、情绪状态、场合氛围，不自觉调整对你的叫法，这种潜意识里的变化遍布了人。双引号。而王鹤棣对白鹿就是这种状态，有时候是玩笑，有时候是尊重，有时候是宠溺，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点只有我能这么叫你的熟络。这种感觉远比那些直白的我最特别更让人心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细节根本没办法演，因为真正的熟悉感不是台词设计出来的，而是长期相处积累下来的肌肉记忆。很多网友后来扒出了2人这些年的互动，有人发现，只要白鹿有新作品上线，王鹤棣总会默默支持，而王鹤棣遭遇争议或压力时，白鹿也会站在朋友角度给予回应。他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说我们关系很好，但行动却一直没有缺席。这种友情其实比高调营业更珍贵。如今的娱乐圈，太多人习惯快餐关系，今天合作，明天解绑；今天炒 CP， 明天避嫌；今天热搜同框，明天互删联系方式。所以观众才会越来越珍惜这种稳定的关系，因为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偏爱，尤其是在亲爱的客栈这种高压环境下，更容易暴露真实状态。节目里的王鹤棣其实已经忙得团团转，作为客栈主理人，他不仅要顾客，要员工，要流程，还要随时兼顾节目效果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会在白鹿说没吃饭的第一时间优先照顾他。这种下意识的优先级，其实才最能说明问题。情感观察类专家曾说过一句话：真正的在意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你很忙的时候，依然愿意为某个人腾出时间。双引号。王鹤棣对白鹿就是这种感觉，不是刻意围着他转，而是在一堆事情里，他还是会第一时间注意到他的需求。这种细节比任何情话都更真实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节目播出后，网友评论区几乎一边倒。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朋友，不油腻，不尴尬，但处处都是细节。双引号。还有人说，他们不像偶像剧 CP， 更像现实里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，舒服到让人羡慕。双引号。甚至还有观众调侃，王鹤棣炒饭的时候那个眼神，像极了等老师打分的小学生。双引号。别人做饭是完成任务，他做饭像在哄白鹿开心。双引号。原来真正的偏爱不是一直黏在一起，而是你一出现，我的注意力就会自动转向你。双引号。不少娱乐博主也开始分析这段互动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共鸣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现在观众已经厌倦了工业糖精，那些刻意制造肢体接触、故意剪辑粉红 BGM、
疯狂买热搜的套路，大家已经看太多了。反而是这种没有明显恋爱感，却处处透露熟悉与在意的互动，更容易让人相信。它像什么？像真正认识很多年的朋友，像一种不需要证明的默契，像我知道你的习惯，也会下意识照顾你的自然反应。这种关系其实比短暂的心动更高级，因为真正长久的感情，从来不是靠激情维持，而是靠细水长流的陪伴。很多人之所以被这一段打动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一定是爱情，而是因为大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被认真对待的样子。有人记得你没吃饭，有人会因为你的到来改变自己的节奏，有人对你的称呼会随着场合和情绪悄悄变化，有人会在忙乱之中依然把你的感受放在前面。这种感觉本身就很珍贵，而白鹿之所以能在王鹤棣面前那么放松，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份好不是节目效果。真正的关系其实最怕用力，越刻意越容易尴尬，越自然越说明关系够深。他们之间最打动人的不是任何一句台词，而是那种完全不需要证明什么的状态。就像很多网友说的，看他们互动，不像在看综艺，像在看现实里真正关系很好的人。双引号，别人是营业感，他们是生活感。双引号，最甜的从来不是告白，而是下意识照顾。双引号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段会突然戳中那么多人，因为成年人的世界里，热烈很容易，长久却很难。短暂心动很容易，但稳定陪伴太稀缺。而王鹤棣对白鹿的偏爱，恰恰就藏在这些不轰动却足够真实的细节里。一盘炒饭，几个不同的称呼，一句先吃饭再说，还有那种一开口就能认出彼此的熟悉感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才真正组成了观众眼里最动人的部分。没有刻意撒糖，却比任何剧本都甜。最后也留下几个值得讨论的话题，欢迎大家一起聊聊。你觉得王鹤棣对白鹿的特别，到底是有情理的偏爱，还是已经超过普通朋友？在娱乐圈里，能维持5年稳定关系的异性好友，真的稀有吗？你认为真正的偏爱，究竟是高调表达，还是藏在细节里的下意识照顾？王鹤棣对白鹿的5个称呼里，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氛围感？你更喜欢工业糖精式 CP， 还是这种自然真实、没有刻意营业感的关系？